25日晚上10点多，北京协和医院急诊室外，救护车陆续把患者送过来。北京协和医院通过内部改造，已经对急诊和发热门诊进行扩容，现在拥有2个发热门诊区，1个急诊区。在第1发热门诊区，晚上8点多，急诊科副主任李毅教授正在出门诊，他今天已经连续接诊7个多小时。那现在感觉有没有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？目前我感觉不太出来。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跟病人服务的，我们只要有能力接待，我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。在第2发热门诊区，大部分患者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因为连日的高烧，老年患者的血管状态已经非常不好。护士们蹲在老人身边，仔细地看，细致地找，希望能够一针就能扎准，让老人家尽快输液，控制住病情。是来复诊输液的吗？第一次来是吗？来，看着这个回答一下问题啊。93年出生的护士江旭颖正在分诊台快速处置各项工作。本月中旬，她感染了新冠病毒后，烧一退，身体允许的情况下，就立刻返回工作岗位。仅25日这一天，北京协和医院发热门诊就接诊了340多位患者，其中老年人占到大多数。几乎每一位患者都要及时进行吸氧处置。我们是有岗位职责的，但是真正忙得起来的时候呢，并不能说每个人就固定在自己的岗位去干什么啊，大家都是穿插着来的。可能这个岗位他需要的人正在忙别的事儿，那我肯定就会顶上去干这件事情，大家都是相互帮助的。连日来前来就诊的患者普遍年龄偏大，病情严重，让临床一线的医生真切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巨大的挑战。最紧张的时候可能还是这个月中的时候，现在是慢慢的，我觉得跟之前还是不太一样。之前是可能明显感觉到更多人刚开始发烧比较紧张就来看，现在更多的可能还是年纪大的，真正有肺炎的这些病人来的会很多，年龄都在这儿，对，基本你可以看都是60、70岁的，对，对，还有90多的很多，因为他们确实是比较重的病人，需要去密切监测，需要去观察，需要去治疗。希望现在是最难的时候吧，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吧。对，后面我觉得可能还是重症病人会为主，也是比较有挑战。我觉得随着大家对这个病毒、对这个疫情了解更深，然后治疗也更有经验，应该会是越来越好。记者在急诊科看到一位医生拎着氧气瓶，对患者和家属快速地交代病情后，转身又往发热门诊跑。记者跟到诊室后发现了原因，这里有等待就诊的患者。这个病人他就是基础是一个慢性肾衰竭，然后现在又出现一个急性心衰加重，他就是有急诊透析指针的，可能要做血滤的，所以我就联系了抢救室的2线，然后他们就说让他去急诊那边就给他进一步的处理。那边有个位置，我们让他把东西让一下。再难再辛苦，也不能少了对患者的关爱。在虎坊桥居住的这位老人今年79岁，他一个人来协和看病。医护人员帮着老人家拿氧气瓶、找座位。老人输液结束后，医护人员还要给他测一下血氧，才放心让他离开。您现在比前2天要舒服一点是吗？舒服一点了。您问问医生，您是在这儿再观察观察，还是先回家，明天再过来输液呀？我明天过来。根据急诊分级标准，目前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就诊的病人，75%以上都是病情比较严重、进展快的患者。我是从医大概有30来年了，可以说是最困难的一些时候，病人量多呀，还有危重程度也超过了平时。像在以往的话，1、2、3级的占的比例啊，平时的话也就是在50%左右。最近这一天，我们监测到1、2、3级的这些急诊的病人的比例，已经占到了75%，甚至到了80%。危重病人的这个比重高，让我们面临着可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。面对急诊的告急，北京协和医院很多教授、主任们也都赶来增援，扑在一线抢救患者。我们的教授、主任们，都跑到一线来跟我们一起来并肩作战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鼓舞，也告诉我们，就是身为大夫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职称和职位，只要有病人需要，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。急诊收得进来，还要分得出去。11月19日，北京协和医院正式启用首个院内新冠患者隔离病房，之后又相继启用多个隔离病房，并已过渡到各专科分别收治本专科的新冠患者。
对于病情转重的新冠重症患者，由急诊科抢救室落实首诊负责制，再转到各个 ICU 进行抢救。各专科都设有重症病床或专科内的 ICU， 在需要时24小时就能完成重症病床转换。我们也在很努力地挺着，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大夫也在陆续的返岗。我们的药也在逐步的跟上，我们其他的社会的反应速度也在跟上，我们的支援力量也在跟上，所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